现在我当然是成人了，但是如果我现在是青少年，我听到学校这样教，我可能真的也想去变性了，可能我就想变成个男生。所以90%几的人，当他们变性之后，他们才发觉被骗了。这件事情不能被解决，所以呢，后来有一些人完全又被变回来了。我觉得现在仇敌要做的也是一个隔阂，就是基督徒跟这一些族群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有一个很大的墙，就是说，他们知道基督徒不接受他们，基督徒讨厌这些行为，所以他们也就对基督徒有一种反感，也不想要去认识神，也不想要走进教会，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误会。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讲到在学校这个性教育这个部分，性别教育这个部分，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你，我自己小的时候，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男生，我非常讨厌男生，我就是不想跟男生一起玩，不想跟他们讲话，我就只是跟我一两个女生朋友非常的要好，我甚至觉得，我真的有点爱他们，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友谊，但是你又觉得已经好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就是每天就是想他，跟他在一起。那你说，那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同性恋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呢？我觉得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可能我也是同性恋了，因为我就完全讨厌男生嘛，我根本对男生没有兴趣，我就是喜欢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就是我的闺蜜，我觉得我每天跟她在一起，上学、放学、下课、上课，哇，我都觉得跟她在一起很开心。但是那个，我觉得只是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青春期，或者是就是在那个阶段，你有这样一个朋友，然后他好像 somehow 可以满足我们的情绪、情感，然后或者是兴趣爱好 whatever，他理解我，我也理解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变得很亲密。但这个不代表就是我就是同性恋，就或者说我要跟他结婚。但是现在因为学校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灌输这一种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倾向，或者说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偏好，那可能你就是男生，你就是怎么样。那现在我当然是成人了，但是如果我现在是青少年，我听到学校这样教，我可能真的也想去变性了，可能我就想变成个男生，因为我想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嘛，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跟他的互动，我比较像是一个男生，因为我会想去保护他，我会想去帮助他，就常常他哭的时候，我就很想安慰他，你知道我的整个的那种状态就有点像是一个男生，的角色。觉得可能现在之所以这种观念、这种思想这么的盛行，就大家愿意接受，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家庭的一个破碎。就很多的家庭它是不完整的，父亲是缺失的，或者母亲是缺失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父爱母爱。然后呢，家长又没有特别的去关心他们心理的需求，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就被，我觉得这个就是仇敌就使用这个东西去好像有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你看这个孩子，他就不应该是一个女生，他就是应该是男孩子。但实际上我知道很多的女孩子变成男孩子，就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他们变性。其实他们的背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当然我不是说好像所有的变性的孩子都没有完整的家庭，但是我知道的，至少我个人的生活圈子里面，如果他们去变性，他们真的就是因为父母离异，然后父亲不在他们的身边，所以这些女孩子从小就变成说有点像要保护他们的妈妈或者怎么样，就很有那种男生的那种气概。然后他们到了青少年，他们就想要去喜欢女生，对，他们自己是女生，然后但是他们就有一种男生的气概嘛，然后所以他们也吸引到一些女生，然后后来慢慢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变性，他们就去变性。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去引导他们，
就是给他们心灵上面有一些的去教导或者辅导，或者是他们的父亲能够站出来去关怀他们，那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不会是变性人，他们可能会回到一个最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庭的破碎导致孩子心理的问题，然后这些心理的问题，学校他们就把他们引到另外一个方向，说啊你就变性就好了，变性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本源还是家庭，就是你这幅图，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个联合，他们的合一，他们的相爱，才是真正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真正的钥匙，而不是说好像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出来，一二三四学校教的这些东西，好像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我觉得是那个只是就像一个膏药一样贴上去，但是你里面已经腐烂了，你这个膏药贴上去也没用所以哎呀，我就是想补充这个，我不知道命有没有同感。是的确，我们认识有一些变性的朋友，我们自己在学区委员的这个 campaign， 其中有一个是变性的，然后还有我上次也有去参加一个讲座，有一个变性的，都是他们都讲到说，事实上变性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所以90%几的人，当他们变性之后，他们才发觉被骗了。这件事情不能被解决，所以呢，后来有一些人完全又被变回来了，因为对他们又回来了。有的是已经切除器官了，那真的没办法。那有的没有切除器官，他只是吃荷尔蒙药，而且像吃荷尔蒙药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这些媒体跟报道并不会去讲到这个部分都是被锁住的，被封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就说太痛苦了，就是加剧痛苦，吃这些药青春阻断剂，所以后来他们就又回来了，这样子。是，反而都是真的很多人都是在神的里面找到爱，被神的爱满足了之后，他们才完全的一个解脱。是，像我碰到那个一个老爷爷，他现在是一个老爷爷，他是40几岁的时候变性，从男生变成女生，然后后来又变回男生，然后他现在就一直在帮助这些年轻人，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认识上帝。然后他说他目前已经帮助上千个人，就是带他们信主认识神，然后被神的爱触摸之后，他们就又回去他们自己原来的性别。最后我想我们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接纳或者帮助这一些变性或者是在性别上面有错乱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教会也有一种我觉得不是很符合真理的一种态度，就对他们我们就是一个整个就是批评论断，然后不接受拒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反思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去，因为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现在社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也需要神的救恩，那他们该怎么办？对，我们怎么去把他们带到神里面？对，我也不知道今天谁会看到这个视频，对啊，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正在 struggle， 他们已经被这种观念洗脑，就觉得他应该要变性他才会好，或者是他应该要怎么样他才能够解脱。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是希望这些朋友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神，就真的去认识神，不是要你去接受一个宗教，或者是去好像就是去找一个教会，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你真的要愿意去认识这位上帝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到底为什么值得你去跟随。我觉得现在仇敌要做的也是一个隔阂，就是基督徒跟这一些族群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有一个很大的墙，
就是说他们知道基督徒不接受他们，基督徒讨厌这些行为或者讨厌，所以他们也就对基督徒有一种反感，也不想要去认识神，也不想要走进教会，所以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误会。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鼓励这些朋友，对，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变性不变性，就你有很多的 struggle， 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在神眼中都是小 case， 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恢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源。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知道你是被爱的，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从小怎么对待你，他们是不是缺席，但是我们今天就是邀请神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你有一位神，他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你，对，比你的爸爸妈妈更加的爱你，而且是无条件，是永远的爱。那你愿不愿意给自己机会去接纳这一份爱？然后我们看神会做什么。对，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 struggle 了。其实总归来说，我们无论是我在政治或者是在教育，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教育只是所谓的教育政治里面这样子，政治决策里面，所以我真的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之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然后发生了之后，我们所做的任何个决定，无论是投票或者是我没有好好保护我的孩子或者是我要去变性或者什么，其实至终最后带来的结果也不是太好。所以我真的就知道说，只有回到神的价值观，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它是一个保护，它是一个遮盖，而且真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我很自由，我变得健康了，然后我不再被那些东西辖制。所谓的自由不再只是说我可以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我可以不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知道我有自由去不去做这件事情，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们这样子是来辖制我们。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就是真的要多读圣经。我真的比以前读圣经更殷勤，然后去认识明白神的真理，神的带领，神他给我们的劝诫，他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然后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遮盖，在一个蒙福的底下，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一个无比的平安跟一个信心，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感受。虽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压力，什么经济萧条 whatever 各方面那个什么社会安全很多问题，但是我就知道说我是在神的手中，我是有恩典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去真的认识神的爱。神他不是辖制我们，那个是仇敌的谎言。感谢神。对对对，就是相信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他是定了次序的，男女是一个次序，家庭是一个次序，很多很多的次序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设计，他对这个世界是有个设计。那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次序去生活，其实我们就会很好，身心灵都会健康，都会幸福。对，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我们不想按照这个次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按照我们自己人的一些次序，那就整个天下大乱，然后我们里面也很乱成一团浆糊，然后我们要选择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脑子去想要怎么样让它恢复一个秩序，那没有办法，我们人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者，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所以按照我们的办法，这个世界就只会变成越来越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那个原本起初创造世界的这一位，你就按照他的说明书去做，对不对？才会恢复正常。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结束在这里就是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拜拜，下周见。